那天放学我遇到一个神问我高考750分和7500万你选哪一个？这还用选吗？多犹豫1秒钟都是对7500万的不尊重。有了7500万，谁特么还参加高考？但我却选择了750分，只因高考前一天我刷到了一条帖子，楼主问7500万现金和高考满分选哪个？我一看又是这种弱智提问，于是立马拿起键盘就开喷，整天就知道选了你给我呀！可没想到楼主居然说让我选了试试看，我一看就乐了，这还用选？如今大学生多如牛毛，7500万可以让1万个大学生给我打工，除非我高考必得满分，当个状元也不错。楼主再度秒回，只要选了，参加高考必得满分，而且还能获得全新的解题技能，不过不能告诉他人，否则能力失效。我看他说的这么玄乎，顺手回了一句，如果是真的，我选高考满分，要是能当个高考状元，祖宗18代都得跳出来为我放炮。随后我把手机一丢，开始睡觉，直到第二天监考老师把试卷发下来，我只看了一眼，顿时感觉浑身一颤，这些题的答案开始从我脑子里疯狂往外冒，准确的说法是，那些自己原本不会的题目，现在看上一眼满分答案直接出现在脑子里。接着我屏住呼吸，开始发现自己原本像狗爬的自己，此刻却变得像书法家写的一样，我瞳孔猛然一缩，这肯定是卷面分，否则就算有标准答案，照抄卷面分都得象征性扣那么1-2分。于是我以最快速度答题交卷离开考场后，为了测试这个字，我取出纸笔写出我真帅3个字，自己依旧无敌，只凭这一手好字也能当个名气不低的书法家。这个发现让我欣喜若狂，仅语文一门就让我有这样牛的技能，那7500万算个毛。下午考数学时，我依旧超神发挥，每个题目在脑海中瞬间有数百种解法，甚至有很多解法都超出了我的认知，根本就不是蓝星已有的解题法。数学考试结束后，考场到处都是一片哀嚎，天呐，最后一题我刚才查了，那是高数的题啊，今年的出题组是变态吧？在接下来的考试中，我一路高歌猛进，脑海中多出了大量能改变世界的技能。当我第一个冲出考场后，一旁的同学都看懵了，这小子交白卷的吧？而我没有理会这些流言蜚语，留给考场的只有一个高深莫测的背影。2天后，数以千计的优秀教师坐在电脑前急速阅卷，西南阅卷组组长陈秋来回巡视，不断强调不能有任何一个错判，因为一个错判可能影响一个孩子的一生。话音落下没多久，一个阅卷老师猛然起身，陈秋当即呵斥：“你干什么？保持安静，不知道吗？”负责阅卷的夏初雪一脸震惊：“陈组长，你来看看这个，我觉得应该是满分作文。”众人顿时震惊，这才刚开始就有满分作文了。陈秋更是对着电脑仔细研究，仅一眼，他的神色都变了，这字写的真是绝呀！就算内容是一坨狗屎，我都得给他20分。再看了一眼内容，陈秋更是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这个学生仅用1000余字道尽了华夏的荣辱兴衰，他突然大叫一声：“上报！”立刻上报，说不定今年第一篇满分作文就是咱们这儿出来的。几天后，数学阅卷开始，有位老师突然惊呼：“试卷有问题，答案全都对，但解题思路全都看不懂。”这种场面在余下几名阅卷时再度上演。直到高考分数公布后，我果然满分全国第一，一旦激起千层浪，同学们跪地怒吼：“老天瞎了眼！我这种3天打鱼2天晒网的学渣，原来是被地里疯狂内卷的学霸。”但比同学们更震惊的是阅卷审查组的教授，他们不明白这些数学题我到底是怎么解出来的。全世界在此之前都没有过这种解题。一时间，各路大佬纷纷拿出手机，想赶在其他大学之前给我送录取通知书。此时我父母更是猛得厉害：“孩子他妈，你看新闻了吗？一个叫陈泽的应届生考了满分，他跟咱们儿子同名同姓。”我听到后晃晃悠悠走出卧室，有没有一种可能，这个叫陈泽的就是我？当我拿出手机查分后，750分的成绩几乎闪瞎他们的双眼。我爸愣了良久，突然撒腿往外跑：“我去看看咱家祖坟炸了没有！”我赶紧劝住二老，还告诉他们我不打算读大学，因为我打算卡吧，挑衅出题组，让他们加大考题难度，然后公开表示自己明年还会继续高考。对别人而言，高考是为了大学录取通知书，但对我而言，高考是为了提高自己。只要参加一次高考，就可以拥有考题相对应的科学知识，成为顶尖数学家或者物理学家。依稀记得一些不要脸的国家，为了抑制我们崛起所采用的种种封锁手段，要是能让被封锁的技术课题出现在高考试卷上，那岂不是一切都迎刃而解吗？当然，这一切不能告诉任何人。在我保证第2年高考完就上大学后，父母这才勉强同意我的想法。第2天，大批记者蜂拥而至，想要调查跟我相关的一切。一起来的还有国内几所顶尖大学的领导，还没开始就在互相呛声，准备抢夺生源。当我们一家3口正要外出时，直接被门口乌泱泱的人群整懵了。领导们一拥而上，围着我的父母开出了令人难以想象的条件：有的学费全免还能落户递补，有的每月还给补贴3万生活费，下出学也不甘落后，表示会给我批一个独立实验室，每年30万科研经费，而且无论我是否去他们西南学院，这笔钱都一直存在。这话一出，格物和盛唐2所大学的人都急了：好家伙，出阴招是吧？我们的钱都要选择了才给，结果你来了句不管来不来都给钱。然而接下来我的一番话让在场所有人都骂了：各位老师，我已经决定了再复读1年。众人脑瓜子嗡嗡的，这到底什么情况？一群记者仿佛闻到大新闻的味道，蜂拥而至：陈泽同学，请问你满分状元为何放弃大学？我眼前一亮，等的就是记者的这句话。因为今年出题组的题目太简单，我还没发挥出一半的能力就拿满分了。采访播出，举国沸腾，特别是第2年要高考的学子，直接把我骂上了热搜。这家伙疯了吧？能不能做个人了？而出题组的专家们群情激愤，这也
未免太狂了吧？真以为我们出题组就那点能耐？采访结束后，省里各种机构给我的奖金高达150万。新闻播出后，舆论再次爆炸，网友纷纷表示知道我为什么不读大学，以我的成绩，明年再考次岂不是又能轻松捞上百万？不过我没有理会网络上这些喷子，因为我要和校花殷文文约会，我俩在学校就暗生情愫，但他为了高考一直没有答应。如今我已成为高考状元，我俩便顺理成章地确认了关系。很快1年就这样过去了。时间来到第2年高考那天，刚到考场就有无数记者要采访陈泽同学，你的第2次高考预计自己能拿多少？我笑着摇头，勉勉强强拿个满分吧。记者顿时心里乐开了花，他连新闻标题都想好了，满分天才2战高考放豪言再取满分。第2位记者连忙开口，你去年挑衅出题组，让专家们非常生气，今年的题会比去年更难，导致很多考生怨声载道，请问一下当中是否有误会？不是误会，我不是针对出题组，我是说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记者们都骂了，这小子是真的狂妄到无边无际，而且见我身旁一直站着的美女，有记者就脱口而出，请问陆同学，你身边的这位美女是谁？我没有隐瞒，牵起殷文文的小手，大方的表示她是我女朋友。果然记者认为花边新闻也是新闻，拿出相机咔咔一阵拍，只要有这样一张照片，新闻点击率都能高出几10个百分点。很快高考如期开始，我心中的想法完美验证，只要看完题目答案就自动浮现，而且根本不用担心会出错。甚至这一次我还换了一种文字风格，依旧是足以开宗立派的书法。2位监考老师目光时不时瞟向我，见我奋笔疾书几乎没有停顿时，不由好奇，于是站起身来，开始在考场内巡视。当看到我的试卷后，他几乎看入了神，愣在当场。一个年仅19岁的年轻人竟然有如此书法，难道这就是天才吗？当他看到我的作文题目时，才知道今年出题组的绝招，他们要求考生尝试续写红楼，并且不少于600字。监考老师也是红楼的粉丝，知道这难度何其大，无数人尝试续写都无法与原版相比，差了许多韵味。可看到我连想都没想就开始下笔时，他的脸色一变再变，一直到字数填满试卷后，他的心简直像是被猫抓一样，心痒难耐。考生们看到我又提前交卷，顿时直翻白眼，怎么又是这个显眼包？不装会死吗？几天后，高考结束，阅卷组开始工作，各位老师都认为没有能力给我的作文打分，无奈只能上报请审查组专家会诊。文坛大佬张梦玲看过我的试卷后怒目圆睁，下面部分呢？这分明没写完呢，哪有断在这儿？他此刻的状态几乎像是要吃人。作为资深红楼迷，红楼补全有望呀，可偏偏这高考只给了那么一点纸。阅卷组陈秋连忙劝他冷静，这不是文学研读，然后小心翼翼地问张梦玲打多少分合适。张梦玲无力瘫坐在沙发上，说了句满分数。日后阅卷结束，高考结果出炉，我好意外的再次成为了全国高考状元。全网小黑子们纷纷表示有黑幕要严查，就续写红楼这种作文，怎么可能有人能拿满分？要求公开我的作文。见此状况，教育部直接公开我的作文。文章一出，很快被各大平台转发，网友们一看都懵了，这是一个19岁少年能写出来的？无数红楼迷跪求我出续集，他们等这一刻等了太久了。网络舆论很快2极反转，无数红楼迷下场与小黑子互喷，直到书法派跳出来表示，这书法已经是自成一派，如果在古代，必然会再多一位书圣。而将这件事推向高潮的是，红楼梦协会的张梦玲带记者找上门来，希望我能继续连载红楼梦，稿费随便开，因为目前除了我，无人能真正将红楼补全。我看几位老人为了这事焦头烂额，就勉强答应了此事。拿过纸和笔后，当着众人的面，从第81回开始一直写到完结。张梦玲犹如捧着稀世珍宝坐在沙发中间，出版吧，拜托了，有什么条件，咱们红楼协会一定会尽量满足。而我却淡定摇头，写出来就是要给人看的，就按照正常书出版的流程来吧。不过我想请你帮个小忙。张梦玲此刻心情大好，让我尽管说，只要我能办到的，绝对不推辞。但让他没想到的是，我的要求竟然是让他给出题组传话，让明年高考的题目能有多难就出多难。张梦玲盯着我，欲言又止，你到底是想做多高难度的题啊？为什么非要跟高考杠上呢？他心中抱怨不断，却又不敢说出来，只能勉强表示可以试试。随后双方决定《红楼梦》续集以5000万的价格买断。与此同时，我要求提高高考难度的视频，一时间整个网络都开始讨伐，相关机构也立刻做出了回应，抨击我太过狂妄，不懂得学海无涯。可没想到3天后，《红楼梦》续集上市，一经发售就立即售罄，瞬间如同一个大笔斗，直接给喷子整自闭了。而全国数一数二的金融巨鳄殷天师捧着一本书默默流泪，陈泽这孩子年纪轻轻，写的是真好。随即让秘书查查陈泽这个人。不一会儿，秘书发来一段采访视频，当殷天师看到女儿殷文文出现后，他眼皮狂跳，嘴巴张得老大。一旁的秘书以为董事长要发飙，不由后退了，但殷天石却开口道，这小子都到这地步了，也不来拜见一下我这个岳父大人。接着让秘书安排行程跟他女儿见一面。不久后，殷文文与父亲在一间高档酒店共进晚餐，殷天石面色一黑，陈泽是你男朋友吧？殷文文想到父亲的霸道，急忙解释，我是如何的优秀，如何的努力。殷天石伸手打断，努力？你确实应该努力，要不然怎么配得上我的好女婿？以后要叫他老公啊！这殷文文彻底呆滞，啥呀这是？别懵啊！他给殷文文接了一杯热水，翻着白眼道，没你想的那么复杂。没错，我认可这个女婿了，不过有个前提条件。什么条件？殷文文表示不信并格外警惕。殷天石无语，真是女大不中留，胳膊肘往外拐是吧？
虽然我认可这个女婿，但他把我女儿都拿下了，难道不该给我这个未来岳父一点见面礼？你想要什么见面礼？也没什么，就是殷天石干咳一声，他不是续写了《红楼》吗？他亲手写的那本，能不能送给我吗？殷文文第一反应是不对劲，自己老爹什么德行，他还是清楚的，我自然是有用，你就说行不行吧？殷天石梗着脖子道，而殷文文表示自己无法做主，得问问我。行，那你问问。殷天石爽快答应，见他转身就走，又连忙道：“那什么，你态度好点，可别惹我那好女婿生气。”殷如初顿时感觉自己肯定不是亲生的。回到家，殷如初把这事告诉我听后摇头一笑，没想到还是被叔叔知道了。至于红楼，我早就给你了，既然已经给你，送给谁或是怎么安排都是你的事儿，我没任何意见的。我一把将殷如初搂进怀里，亲了一口，才接着道：“你真没必要这样，咱们是平等的，不是吗？平等的是没错，但我还是得征求你的同意。”他松了口气，回以相吻。不过你同意真的是太好了，这下咱们中间就没什么阻力了。随后我和殷如初就去见老丈人，刚开始还挺好。突然老丈人干咳一声，对了，那什么，你们什么时候领证？噗！殷文文刚喝进嘴的茶水直接喷了殷天石一身。爸，我也有些懵，知道老丈人已经被自己无意中拿下，但不知道拿下的这么彻底啊。叔叔，我们才19岁啊。也是，瞧我这脑子。殷天石一拍脑门，年龄没到，不过可以先办酒席吗？什么时候约上亲家公亲家母见一面，定个良辰吉时，把事儿办了。老爹，殷如初急了，哪有这么着急嫁女儿的呀？虽然自己10万个愿意，但你当爸的也不能这么说呀。殷天石却对他轻轻摆手，示意稍安勿躁。我能不知道这么做不好，但这么好的女婿不快点定下，万一出了变故被别人抢了怎么办？闻言，我一时间竟然不知道如何回答，只能尽量安抚住这热情的老丈人后，找了个理由拉着文文逃了出去。而后没过多久，高考分数再次公布，我又一次拿到高考满分后，各大名校纷纷抛出橄榄枝，但被我一一拒绝，还扬言高考题目太简单，希望下次高考时出题组的专家再给一点力，因为我想通过这种刷题方式帮助国家突破目前被封锁的技术。但这件事我不能说出去，否则特殊能力就会消失。为此，网友都觉得我太过狂妄，甚至堵到我家门口要珍视我。但我的格局已经打开，直接拿出写《红楼梦》的5000万高价买入一套别墅。如果高考出题组给点力，让我刷到一些新技能，知识量突飞猛进的话，未必不能查出真相，找到 YH739的残骸。不10年8年内，应该是不可能的了吧？没办法，时间隔得越久，线索越模糊，找寻难度也就越大，到最后已经不是靠计算就能得到结果，除非自己所掌握的知识量已经超脱于这个时代，甚至掌握时光机之类的技术。不过这貌似有些遥远了。他暗道无奈，前世自己很关注 YH739，可惜好不容易重生了，却还要再经历一次这种遗憾，就难受。倒不是他太过悲天悯人，而是共情。正所谓灾难无情人有情。随着搜救工作不断进行，各种消息不断传来，但可惜没有好消息，甚至可以称得上是有用的信息都没有。数日后，据说是卫星照片显示，搜索海域出现2个碎片，长度大约为24米，尺寸很大，且大碎片之外还有许多小碎片，都处于一个区域中，但还不确定属于失联航班。当地政府正在调动军机和雷达，以获得更加清晰的图像。结果几天后，当地政府召开发布会表示截至目前尚未发现和确认任何与客机有关的残骸。其后又半个月，某打捞公司负责人确信探测到的4次脉冲信号来自失联客机的黑匣子。我认为实际上他们已经发现了残骸地点，虽然政府尚未宣布，但如果有人问我从技术层面看他们是否有充分的信息那样说，我会明确回答说是，他们曾4次检测到良好的信号，都在正确的噪声频谱范围内，不可能来自其他东西。但10天后，当地政府又出来否认，相关船只已经对1万平方公里的海底进行了搜索，但迄今未有任何发现。不过搜寻工作仍将继续，协调中心将定期更新情况，并与机上人员家属进行沟通。消息频出，但却没有真正的好消息，哪怕看似好消息，过几天后却又让人失望。似乎每一次看似触手可及的希望，都不过是为了带给人们更深的绝望。从当地官方宣布锁定 YH739 位置，预计3个月内完成搜寻，到大量动用商业船只加入搜寻工作，再到派遣专业潜航器10次入水却没有找到目标，一直到3个月后依旧一无所获。至此，大批搜救队伍返航，只剩下唐国与英国还在继续坚持搜寻。只是时间过去这么久都一无所获，人们都知道找回来的希望真的不大了，仍然在坚持，也只是希望抓住那1/1000的希望罢了。从遇难者家属悲痛不已，到英国航空最后选择给予每位遇难者40万刀，再到最后不知道多少人开始瞎咧咧。40万刀也挺贵了，你他妈还是个人吗？拿40万刀买你的脑壳，你同意？话说，难道 YH739 还真飞到其他时空去了？不然不可能找这么久都一无所获呀。指不定英国贼喊捉贼呢，他们藏起来，谁能找得到？我觉得还是理性一点吧，不要用那么大的恶意去猜测其他国家，应该真的是沉入深海了，很难找到。我听说了一个小道消息，据说那机长有心理疾病，可能是他故意坠机，带着全飞机人一起自杀。你这消息也太野了，比野史还野。前面的说什么不要那么大恶意去猜测其他国家，抱歉，对鹰将，你有多大恶意就用多大恶意去揣测，甚至都还不够。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们不会做的破事儿。一袋洗衣粉，扑哧！就说波波航空的077这个型号的客机有问题吧，他们自己说没问题啊，这谁说的准？头疼。任何事件的热度都会逐渐降低，人们终究要回归正常生活，只是在偶尔回想起这事儿，或是听身边人提起时，难免悠悠叹息。3个多月过去，春去夏至，一切都好似回归了正常。这一天，教育部门内部就本年度高考召开了内部年度会议，教育考试院大量领导工作人员出席会议，确定了今年考高出题组专家、教授名单的同时，也做出了几点重要指示。
高考题目不能按部就班，要与时俱进，要向前看，紧跟时事，灵活变通。2、题目难度允许阶梯化，普通题目应以录取优秀考生为首要目标，小部分题目难度提升，以选拔人才为目的，但该题目分数不宜过高，不宜影响高考公平性。3、答题卡灵活性使用，不再规定考生答题卡使用数量，如题目难度过高却有所需的情况下，原则上可以无限制增加答题卡数量，以确保不会再次出现续写红楼作文戛然而止、突然断章的问题。看似比较合理的小小改动，但是当消息传达下来，被基层工作人员得知后，大家都惊了。好家伙，今年的高考改动这么大，好些年没有过这么大的原则性改动了吧？这是要直接改变卷面格局啊！哎，无限答题卡，这得给我们下面的人增加多少工作量啊？上面的人真是拍拍脑门，啥都决定了，真是。某地教育考试院小群里，几个同事疯狂吐槽，谁说不是呢？卷面分数改动无所谓，但是无限答题卡是真的麻烦，就因为一个陈泽，一个红楼。但也有人觉得无所谓，反驳道：我知道大家都很着急，但是你们先别急，其实仔细想想也没那么难受。说是无限答题卡，但前提是考生得把上一章写完吧？能写完答题卡的有几个？这倒也是。不过话说回来，这也不仅仅只是一个陈泽、一个红楼的问题了。你的意思是还不明白吗？先不提红楼影响力有多大，他续写的红楼有多么畅销，就说那次采访，陈泽开了多大的团啊！所有大学、大学生、专家、教授哪个不恼？他们能全都无所谓，坐看陈泽装逼乱跳。这些大学、专家肯定会在幕后推动的，而且咱们的领导下不也是这些大学的人，或者本身就是专家、教授啥的？这改动还不是顺理成章？你一说还真是，这改动怕是不知道多少人在背后出力呢。陈泽这小子是真狂，也活该被收拾。这次看他怎么拿满分，是活该，平白无故给我们增加工作量，真的是聊到最后全都变成吐槽陈泽，这事儿就该他背锅。另一边，某别墅高考出题组所有专家、教授、老师已经被召集过来，教育考试院一位领导端着茶杯干咳一声道：相信咱们今年高考的改动你们都知道了吧？出题就按照最新的章程来，接下来一段时间呢，还是老规矩，大家都要待在这儿，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络，通讯设备全部上交，直到高考结束。当然我也照例会陪着你们，在座的大部分都是老同志、老相识了，我也不多废话，免得大家厌烦。总之按照上面的章程好好出题就行，接下来就由各科组长带领组员出题吧，相信你们一定可以出色完成任务。说完，领导溜达着离开，留下一群专家教授干瞪眼，为首的还是张梦玲、秦振国、吴建军三人以及其他几位组长，大眼瞪小眼。一会儿后，吴建军撸起袖子，首先开口，看来有不少人在背后出力啊，很少见相隔1年高考变动就这么大，那怪谁？还不是怪那小子太狂了，还没人教导了他，真是。秦振国撇嘴，今年咱们可是有上面的指示，必须给他斩于马下，你们看我不出几个难题收拾那小子的，我也一样。吴建军重重点头，其他组长、教授也是纷纷附和，谁说不是呢？他可是把我们所有人都骂进去了，如果让他再拿满分，岂不是显得我们很无能？就是必须狠狠收拾他，让他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聊着聊着，群情激愤，乍一听还以为在他们心里全国数以千万的考生都不重要，只针对陈泽似的，磨刀霍霍向陈泽。只有张梦玲挠挠头道：是不是也没这个必要啊？我们都这么大岁数，功成名就的，何必跟一个10几20岁的孩子一般见识？这么干了，反倒是显得心眼小。吴建军当即瞪眼：你闭嘴，别说话！你这个老叛徒，就一个红楼，那小子就把你收买了是吧？替他说好话，你怎么不替你母校想想，替所有大学想想，替未来的所有年轻人想想？无论他有没有才华，此风都不可长啊！否则将来那些学生学他怎么办？所以必须办了他。对，秦振国拍桌，气得胡须直颤，必须办了他，满分绝对不行，好吗？我特么实话实说，就被你们当叛徒了。张梦玲郁闷道：行，你们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去年我们语文组已经尽力了，而且事实证明，语文难不倒那小子，连续写红楼他都能拿满分，我们还能出什么难题？所以我们摆烂了，正常来吧，你们随意，反正到时候考生骂娘的时候，骂的不是我们语文组的娘。现在张梦玲对陈泽还真没啥看法，他承认有些爱屋及乌的味道在里面，自己喜欢红楼，所以自然而然对陈泽没什么负面情绪，其他人有他也管不了。但同时他也格外笃定，自己并不仅仅是因为红楼才提议放陈泽一马，而是特么我们语文组真没招了呀，还能咋办？摆烂呗。也是，外语出题组组长无奈道：我们也只能正常出题，没办法，我们这种语言类的科目还能咋办？再难能难到哪去？红楼他都搞定了，而且以他往年的实力来看，就算我让他翻译名著、诗句，他都能完美搞定。我们这些语言类科目是真拿他没办法，所以不出意外的话，我们外语组应该也是要摆烂了，搞不定啊。语言类科目的问题就在于下限低，上限高，可如果对方已经跨过上限，想难住他，不可能的。上限就摆在那里，难道你还想考一个有本事你成为千古文学大家，请写一首诗、孤篇压全唐之类的题目，这不扯犊子吗？数学、理科之类的科目就不一样了，下限高，上限，抱歉，没有上限。去年没把你办了，今年我们拿更难的题出来也就是了，没有尽头，你能做出所有难题，好吗？那我给你上数学猜想，上各种还没有证实的定义。有鉴于此，外语组表示直接也摆烂了，你们玩，语文组走了，外语组也走了，自己研究出题去了。其他组长对视一眼，无奈点头，没办法，科目有别，没关系，还是那句话，难题不在多，一道就够了，只要能难倒他就行，没必要我们全都出超级难题，他还没这个面子。接下来咱们就商量商量怎么安排他，怎么办了他。吴建军话音一落，众人立刻开始商议，但就在这时，
时，生物组组长仓颉抬手：“各位，我有个问题，上面的要求是出题紧跟时事。”这话一出，众人一愣，他们就顾着想办法办陈泽了，一时间还真忘了这茬。紧跟时事，他们面面相觑，思索许久。突然，吴建军大笑3声：“哈哈哈，有了，绝对紧跟时事，而且不会有任何人看出来我们在针对那小子，只需要1分就能让那小子完美败下阵来，他绝对没可能满分。他信誓旦旦，信心十足，兴高采烈。你想到什么了？”秦振国好奇，这老小子怎么突然之间就发狂了？这么自信，你们就别管了，容我先卖个关子。吴建军怪笑道：“总之，你们正常出题就行，稍微出点难度较高的题，意思就行了，让他在你们那儿拿满分也没问题，因为我这一关他绝对过不了。我把话放这儿，他要是能过了我这一关，我特么名字倒过来写。物理组的跟我走，出题去。”吴建军风风火火，大手一挥，直接带人离开，准备搞事情，留下秦振国等人大眼瞪小眼。这个老吴这么一大把年纪了，还这么风风火火，性子也太冒失了。冒不冒失我不知道，他特么的卖关子是真的恶心啊！我想一把掐死他。嗨，没这个必要，淡定淡定，他把这事儿揽下来，对我们而言是好事啊，至少我们不用费心费力了，不是？嘿，你别说，还真是这么个理儿。不过他不会翻车吧？应该不会吧？他都自信成那样了。很快，高考改革的事儿公开，不知多少网友表示大快人心，尤其是大学生群体，更是兴奋的几乎忍不住要载歌载舞。谁都能看出来，这改革的第2条就是针对陈泽的。你丫不是狂吗？不是还自己提，实在不行出点难题，哪怕只占0.1分也行吗？你丫不是狂妄到就差直说没人，没题能难住你吗？现在官方都出手制裁你了，我们看你还狂，我们特么笑出声。只是陈泽依旧不搭理他们，差点给他们整自闭了啊！夜色渐深，陈泽事后一根烟，快活得很。殷文文刷着手机，突然一声惊呼：今年高考改革了，看起来难度会很高，他不免有些担心。陈泽双眼一亮，大喜过望，还有这种好事儿？哪儿呢？我看看啊！殷文文眨巴着眼，把手机递给陈泽的同时，有些发懵。好事儿？真就一点都不担心吗？不过这么自信吗？这可真是好消息啊！他暗暗得意。嘿，去年的采访果然起作用了，不枉我那么狂妄一场，被不知道多少人骂，甚至被人线下电。这厮一把掀开空调被，抚摸着殷文文漆黑的秀发，心情大好。时间流逝，不知不觉间，剩下10节到来，韩国5013年高考开始了。陈泽昂首挺胸，大摇大摆走进考场，所过之处，几乎所有人都主动给他让出一条路来。偌大的考场入口，只有他一人能畅通无阻。如今陈泽的名气太多了，虽然几乎都是骂名，但骂名也是名啊。倒是也有人想开团，直接上去喷2句，可是转念一想，却又发现要不得，不能这么干。万一自己凑上去跟陈泽对了2句，离得远的人没听到，误以为自己是陈泽的同伙怎么办？那之后自己还不被人喷死？不行，不能冒险，在心里喷他就是了。然后他们心里骂开了，这混蛋，这家伙真他妈出息了，就因为他，高考都改革了，今年不知道有多少难题呢，过分！一路走来，虽然十分畅通，但左右两侧考生那锐利的目光，陈泽却深切感受到了。只是他想笑，眼睛瞪那么大干什么？你们以为我怕你们啊？还是觉得自己是鹰眼咋地？嘿，瞪我！你们越瞪我，你们越生气，我越开心，越是要趾高气昂，激起你们的愤怒，因为我可是早就做好长久奋战的准备与打算了呀！指不定数10年后，你们之中的某人都成为考高出题组的一员了，我还活跃在高考考场上呢，所以都给我好好记住今天，记住对我的愤怒啊，然后化作无尽的怨恨，在考卷上对我发起猛攻吧。进入考场，陈泽双手疯狂互搓双臂，太热血了，浑身都是鸡皮疙瘩。果然我已经过了应该中2的年纪了吗？这厮找到自己的座位，一阵偷笑。渐渐的，考生陆续入场，监考老师也到了，接着是试卷分发。只是无论是考生还是监考老师，看向陈泽时的目光多少带些焦灼。陈泽也不在意，写好姓名，考号之后直接开始做题。语文前面的题轻松写意，快得很。只是看清楚作文题目后，陈泽却很是失望。就这丝瓜藤与肉豆须，这作文不算好写，但难度也就那样吧。有金手指在身的咱，满分没有任何问题啊。但最关键的是，就这玩意儿，我半点羊毛薅不到啊！不对，也不是半点都薅不到，又是另外一种风格的顶尖书法，也不错了。技多不压身嘛，就是难免有些用不上。只是不对劲啊！他满脸诧异，说好的改革呢？说好的阶梯式难度呢？说好的紧跟时事呢？说好的选拔人才，分数也要梯度安排呢？咋跟往年看不起任何区别？闹呢？搞不明白。中午跟英文文随便吃了点，午休片刻后，下午的数学，陈泽再次满怀希望，结果等到的仍然是失望。啥呀？数学这难度也就比去年稍微高点，甚至还不如前年呢。这改革的是个啥玩意儿啊？怎么着？这是看不起我，还是出题组懒得搭理我？别呀！你们要是这么玩，我还怎么操作？陈泽人都骂了。虽然计划中耗费3、5年甚至10年、8年刺激出题组都在正常范围内，但自己去年刚出大招，放狠话，结果你们今年就这么敷衍我，那我该怎么办啊？我就现在这种局面发展下去，就是再来10年、20年，都未必能达到我颅内高潮效果的1/10啊！他心头一紧，感到不妙，这可不是什么好消息啊！好在第2天，他终于在综合考试的物理卷中发现一道难题，而且是一道前世耗费10几年都没能得出答案的未解难题。假设 YH739 已坠落，请尝试用所学物理知识分析 YH739 坠毁地点。此题为额外附加题，仅1分。附加资料：英航 YH739 客机为英航客机，于我国农历正月初6由英国首都机场飞往唐国京都机场。英航 YH739 客机上有360名乘客，其中唐国乘客261名，机组人员12名。飞行1个小时30余分钟后确认失联。提示：请根据失联客机飞行方向、速度与失联时间计算坠毁点。除陈泽外，所有考生看到这道题的时候都感觉头皮发麻，唯有陈泽喜出望外。还好啊，改革是真的，难题也有，只是藏在这儿呢。
还是跟我玩这一套呢？难题不在多，一题足矣。不过这题出的真好。短暂的兴奋后，他沉下心来，暗自叹息，刚好可以利用自己的金手指将 YH739 找出来，哪怕只是找到残骸，碎布片呢，至少也能给遇难者家属一个交代，让他们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自己的亲人又到底在哪里离开人世。脑海中突然多出来的信息好多呀！当他抛开杂念后，发现脑海中多出来的信息、知识简直可以用海量来形容，而且还有好多技术等等。他简约回忆这些知识后，满脸错愕：潜艇、划时代潜艇制造技术和相关资料，甚至还有新型材料。妈了，连相关制造设备的制造技术、资料、细节都有，这是要让我手搓潜艇还是咋地？而且最大下潜深度2万米，不是莫兰星最深的海沟有2万米这么夸张的数据吗？还有，这新型水下照明设备是什么鬼？在2万米的水下有效照明范围3万平方米，新型信号传输装置，2万米水下信号传递接收无延迟。这一刻，陈泽满脑子都是问号，这是什么跟什么呀？人家问 YH739 在哪儿，你给我这么多技术，不过这真的是太棒了呀！这波赚大了！而且 YH739 的具体位置，自己脑海中也有答案了。乔戈亚海沟，一位名为乔戈亚的海洋学家第一次探明其存在与深度，所以用其名字来命名。这是太平洋乃至整个莫兰星最深的海沟，据说最深处超过2万米。目前而言，堪称人类禁区。毕竟目前的载人潜艇最深也就能下潜7、8千米的样子，海底2万米，目前的技术和设备根本达不到送人下去探查的程度。而根据自己得悉的答案来看，目前 YH739 就在乔戈亚海沟底部，换言之，已经下沉到了海底2万米乃至更深处。难怪找来找去都找不到，都跑到人类禁区去了，哪里能找得到呢？虽然前世对这方面的数据不算太了解，但根据偶尔看到的新闻，似乎哪怕是10几年后，502几年的时候，载人潜水器最多也就下潜了1万米出头的样子吧。这能找到才怪了。陈泽嘴角微微抽搐，提笔写下答案的同时，突然察觉不对劲，不对，这题有些坑人啊，因为没有标准答案。他突然明白了，这题怎么可能得分？无论答案是正确还是错误，都不可能得分，或者说不可能得满这一分，因为目前根本就没有定论。哪怕你把计算推导过程写得天花乱坠，合情合理，或许最多也就只能拿个0.6分。因为如果能通过计算得出 YH739 坐标的话，又怎么会4个多月过去仍然找不到？所以计算的再好，也不可能把这一分拿满，自己也拿不到，因为自己没写计算过程，直接写出了答案，甚至于因为这个答案没法验证，很可能没法得分。这悖论出现了，自己明知道这是满分答案，是正确答案，可打分的人不知道啊，没办法证实，又没写推导过程、理论、公式等等，人家肯定不会给自己分。换言之，无论怎么写，这道题都不可能拿满分，拿不到满分，我这100%高考满分这个因果律技能岂不是就被破了？因果律技能爆发信任危机，那我到底是能拿满分还是拿不到呢？如果拿不到，虽然自己知道正确答案，知道 YH739 在哪里，可是至少表面上自己没拿到满分了，这又如何处理？等等，陈泽停笔，脑海中灵光一闪，所以才会给我那些划时代的技术。他突然悟了，原来如此啊！只是那些技术的名字起的也太随意了吧，懒成这样的吗？在名字前面加个星星就完了。但不管怎么说，如果我猜测没错的话，之后一段时间怕是有的忙了。不过也值得，不管是为了 YH739 那些遇难者也好，亦或是为了自己也好，这些技术终究是要现世的。他深吸一口气，不再矛盾与纠结，双目恢复光泽。这波不亏。不过到底是哪个王八蛋出的这种没办法验证的题？要不是我脑子好使，只怕还真要神话破灭了。很快，本年度高考结束，高考生全都松了口气，笑逐颜开，吓死了！我还以为今年会有很多难题，没想到都在正常水准里啊。是啊，基本都是正常水准，唯一有些超纲的题就是 YH739，不过这紧跟时事，而且只占1分，问题不大。说起来 ，YH739 还没找到啊，这该不会是想通过我们这些学生来推断 YH739 到底在哪吧？扯什么犊子呢？你该不会以为自己很牛吧？全球那么多专家都算不出来，找不到，我们一群高3的学生还想计算出来正确位置，想得美，倒也是，哈哈！我突然想笑，笑什么？当然是这道题出的好啊！伴随着高考生的闲聊，其他人也逐渐了解今年的高考题目。当得知有 YH739 这道题之后，原本对陈泽十分不满的那些人笑了，这题出的真好，我要给出题组点赞，对，必须点赞爆赞，哈哈哈！给我整笑了。以前出题组出难题，全家女性都要被你们疯狂问候，结果今年大家却都在点赞，还不是因为陈泽太狂了？这次我看他怎么满分。噗，他能满分，我特么倒立拉稀，再狂吃3大口。楼上狠人，我陪你。满分是不可能满分了，就算他计算的再好，答的再牛逼，难道还能超过世界上那么多专家不成？大家都找不到。如果他只靠计算就能算出来，哼，反正我是不信，让他狂。看分数出来之后我怎么调侃？噗嗤，虽然这题有些欺负人，但我还是想笑，这不是他要求的吗？1分难题啊，哈哈哈！也别等高考分数出来之后了，大家完全可以自信一点，现在就开始吗？难道你们认为他还有拿满分的可能不成？狠啊！出题组的群里，秦振国龇牙咧嘴，发出一个竖起大拇指的表情。老吴啊老吴，没想到你竟然还有这一手。该说不说，你是懂收拾人的。就这题，换谁来了都不可能拿满分了，简直是降维打击。张梦玲有些过了，吴建军是有些过，但这不是上面要求的吗？紧跟时事，而且只有1分。说到底，我就是要用这1分
分把所有考生拉下马，包括陈泽。这个难题我看他怎么破。仓颉，呵呵，要我说，活该。张梦玲无语。泽哥，网上都说你肯定拿不到满分。殷文文气鼓鼓的，一张小脸活生生像个肉包子，太过分了。不知道他们兴奋什么，而且这题谁能答得出来吗？没事儿。陈泽轻笑着摇头，心里早有觉悟的他半点不慌，等分数出来再说，到底怎样？八字还没一撇呢。殷文文一惊，难道泽哥这都能拿满分？可是 YH739 坠毁在哪？真能算出来？哪怕他对陈泽无条件信任，这一刻都不由大为吃惊，倒吸一口凉气。不多时，二老爷打电话过来，不过他们不是询问，而是安慰。没事儿，不就是一年没拿满分吗？依你妈我看，他们就是在刁难你，这根本就是世纪难题，没人能答对的，多大点事儿啊！咱明年再继续，我们相信你，放心，老爸老妈，我稳如老狗，不会有任何心理压力。陈泽如何能听不出二老对自己的担心，心头十分温暖。不过他是真不慌，技术在手，天下我有，大不了硬干就是了。晚些时候，殷天石也打电话过来慰问，一口一个好女婿，给陈泽都整不好意思了，并表示有空的话可以去申城玩玩，他来安排。最关键的是，也不知老丈人是喝高了还是怎么的，竟然表示顺便便安排7、8个美女一起散散心，他来安排，给陈泽吓够呛。这肯定是老丈人在测试自己吧，连忙一口回绝。约莫半月后，高考分数出炉，陈泽没有太着急，半夜放成绩，他直到第二天才上网查询，分数749。果然，陈泽轻声喃呢，在这儿等着我呢。说起来，这个金手指还真神啊，连这都预料到了吗？果然，因果律技能就是无敌，不管什么技能，但凡沾染到因果律这3个字，就没有不强的。如果有，那就是拥有者不会用。譬如自己所拥有的技能，在看到题那一刻，自己还真有些懵，因为无论怎么想、怎么看，都不可能拿满分，哪怕自己回答的是正确答案，而事实也的确如此。显然，自己这道题没能得分，但很显然，金手指已经预料到这一点，所以给自己准备了后手，全套配置的相关技术。这分明就是要让自己去验证、去争取，主动把分数拉满啊！高考必满分，我明明写着正确答案，你却不给我满分，那是因为你们没法验证。没关系，我自己来验证。满分不是别人给的，是自己拿的。陈泽笑了，笑得很开心，让一旁颇为担心，甚至一时间没想好该如何安慰的殷文文微微发愣，表情逐渐呆滞。泽哥他在笑，而且不像是假笑，反倒是看着很开心。注意到他那担心的表情，陈泽轻轻摇头，不用担心，我是真的开心，因为如果只是被动等待每年高考的到来，再接着拿满分，未免有些太无聊了啊！殷文文不解，陈泽笑而不语，有些事儿没法说，透露出去也没人信，但自己真希望类似的题更多一些啊！不仅仅是为了答案，更是为了配套知识、技术。不得不说，那一晚我颅内高潮到大半夜，想了很多，但其中一部分一直不知道能否真正实现。但这次出题组给我的难题，却是让我这些疑虑完全消失了，全都可以实现，可以办到，而且大概率会比我想象中更强，未来只会更加美好。他没说话，殷文文深吸一口气，轻轻拉住他的手，只是安静的陪伴。很快，消息爆出，陈泽分数749，瞬间而已，沉寂了近乎1年的网友，尤其是大学生载歌载舞，比过年还要兴奋，整个互联网都几乎被他们攻陷。哈哈哈！陈泽凉了。陈泽表示，不是我不给力，是你们为难我。噗嗤，为难什么？1分而已，而且这不是你自己要求的吗？人家出题组这可是完美贯彻你的要求啊，按照你的需求出题的，这都拿不到满分，怎么样？你还狂吗？还装吗？哗众取宠的跳梁小丑，什么玩意儿啊？啥也不是，以后别再装了，真以为自己多了不起，老老实实找个大学吧。说实话，你很狂，我不爽，但你的天赋我认可，找个好大学，找个好导师，好好学，好好做，未来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学海无涯，学无止境，你现在明白这个道理了吧？道歉，公开道歉，对，道歉，不是你自己说的不拿满分公开道歉。人呢？某博、论坛、贴吧，到处都是相关言论。乍一看，陈泽几乎是被万夫所指，乃至于全民唾弃的模样。红楼迷不乐意了，开始反击。只是1年过去，红楼热度大为降低，且如今那些人抓住陈泽没拿满分的把柄，疯狂进攻，红楼迷也顶不住啊。这时，张梦玲站出来了，公开发言道：“最近的风气有些奇怪，我看很多人都在嘲讽，在骂陈泽，说他江郎才尽，说他不行了，说他。可是我不知道这些人想过没有，今年全国高考状元依旧是他，比排名第2的高出好几十分，唯一丢分的题也没有任何人能拿满1分。你们有什么资格嘲讽、谩骂人家呢？”张梦玲还是有些地位的，她一出头，短时间内还真把海量网友压制了一会儿。但3个臭皮匠尚且顶个诸葛亮，何况是万千网友？很快，有思维灵敏的网友发现问题。张教授说得好，只是没人能拿满1分，也就是说这道题有人得分了，不管0点几，至少是有分可拿的。陈泽呢，0.1分都没有，就好比作文0分，这还不足以证明说明问题吗？问题十分尖锐，瞬间给张梦玲整哑火了。我为什么要说没人能拿满1分这句话？他后悔，可惜悔之晚矣。就算他之后再想办法去反驳，也没多少威力了。无奈，只能苦笑着不再搭理此事，顺便发消息安慰陈泽。与陈泽关系好且真心待他的人，都在通过各种办法安慰他，怕他被这铺天盖地的网络暴力压垮。唯有陈泽自己轻松写意，日子照常，该咋过咋过，半点不见着急。殷文文明着不说，心里却也十分担心，所以每天都想尽办法让陈泽开心，几乎每天都在解锁新姿势。这倒的确是让陈泽开心了，不应该说是更开心了。可看似全民怒喷陈泽的情况一直在持续。第2天，大唐教育频道主管办公室，汪冰冰敲门：“主管，您找我？你跟陈泽还有联系吗？”主管开口询问，双目像是在发光。有的，不过不多。汪冰冰回答，他的确跟陈泽还有联系，昨天还发短信安慰来着。去年采访的时候他就留下了联系方式。
方式。虽然陈泽当时表现的特别狂，还特别矛盾，但不知道为什么，汪冰冰总觉得陈泽没表面上看到的这么简单，所以隔一段时间就会在线上跟他聊聊，保持一下关系，不至于太过生疏。主管，您的意思是？猜到了吧？主管兴奋道，有联系就好，你问问他能不能再接受一次采访。至于我们要采访什么问题，我相信你比我更清楚，毕竟在这方面你是专业的。汪冰冰微微皱眉，无外乎是用尖锐的话题去博取流量和关注吧。只是对朋友而言，这太过分了，他想拒绝。看出他的不满，主管倒也不急，只是笑道，你不用急着答复，既然你们有联系，为什么不先问问他呢？如果他不介意，这么大的流量红利，你又为什么不吃？别忘了，去年采访他之后，你的咖位可是直线上升啊。汪冰冰迟疑了，如果陈泽不介意的话，的确可以吧？好吧，我先问问，尽快给我答复。离开办公室后，汪冰冰深吸一口气，拨通了陈泽的电话。冰冰，听着陈泽那熟悉且轻松的声音，汪冰冰放松不少。陈泽，我们台里想安排我再采访你一次，只是问题肯定会比较尖锐，你明白的。我还没答应，想先问问你的意思。采访来吧，欢迎。陈泽笑了，问题尖锐，就怕你不尖锐。何况我之所以一直没动，等的就是你们官方频道了。其他小记者我都懒得搭理，好吧？没答应，请务必答应。甚至还主动补充道，最好是尽快。那就得罪了。汪冰冰连忙道，我立刻订机票，今天下午就能过来。挂断电话，陈泽看向殷文文，你应该很好奇，我为什么一点都不急，也不在意吧？殷文文点头，傻丫头，你问呗，你问了我还能不告诉你？陈泽宠溺一笑，将她揽入怀中，闻着她发丝间的清香，如何不明白她是怕刺激到自己？可我虽然不能把金手指方面的东西不能告诉，但是说的计划却是没问题的呀。我要让教育考试院给我改分，这个满分我拿定了啊！殷文文震惊，她想过很多种可能，但就是没想过陈泽会是这种打算。当然，改分也不是不可能，毕竟高考过后还专门有一段时间可以让考分复核分数来着。只是他为什么这么确定自己能拿满分？所以你会很快发起复核，可你怎么确定自己那道题一定是做对了呢？殷文文不解，毕竟如果无法确定 YH739 到底在哪的话，就算复核也没办法拿满分的吧？不是复核分数，而是……陈泽摇头，双目闪亮。傍晚，汪冰冰带着摄影师赶到，是去年的熟人，只是两人都看上去有些风尘仆仆的模样。采访随之进行。大家好，我是冰冰，今天很荣幸再次采访陈泽同学。陈泽同学可以跟大家打个招呼吗？汪冰冰专业素质极高，声音也十分甜美，甚至这次电视台特批她采用直播的形式进行采访。直播间内原本不算多的观众瞧见陈泽之后，顿时一个机灵，好家伙，陈泽还真是他，不是他竟然还敢接受采访，真不怕丢脸吗？你们看他的表情，一脸淡定无所谓的样子，好像还是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一样，这哪里是不怕丢脸，这分明就是不要脸啊！我服了，他能看到弹幕吗？我想骂死他！你们先骂着，我去召集人手。这狗逼在根本就没有互联网账号，我怀疑我们骂来骂去他根本不知道，对他来说不痛不痒，但是直播就不一样了，喷不死他。开播短短不到半分钟内，群情激愤，你特么的狂是吧？你特么不要脸，不怕被嘲讽是吧？好啊，我们叫人喷死你狗日的！一部分观众立刻开始呼朋唤友，寻求增援，另一部分则直接骂上。可惜陈泽看不到，他面对镜头微笑道：“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泽。时隔1年，大家一定很想我吧？没关系，我会努力让大家明年更想我，不用谢。”汪冰冰嘴角一抽，这话说的是真不怕被骂呀。摄影师盯着弹幕，口歪眼斜，人家想你啊，对，你说的对，他们是想你，只不过他们是想骂你啊。可好了，言归正传，相信观众们最想了解的是只有一件，请问陈泽，你觉得今年自己在考场上的发挥怎么样？一如既往，陈泽淡定开口，稳定发挥，稳定发挥吗？但是我看观众们都很好奇，说是。汪冰冰目光是扫过弹幕，眼角直跳，弹幕全都是骂呀，什么这也叫稳定发挥？不要脸！什么稳定发挥个锤子？你算个老几？之类的弹幕真就是层出不穷。他筛选许久，再稍微结合了自己的话术，才道说是今年没拿到满分，对你而言应该不算稳定发挥。弹幕原话是你吹的自己那么牛逼，你咋没拿满分呢你？这个问题的确需要好好说一说，解释一下。陈泽清了清嗓子，表情仍然淡定无比。那个提出这个问题的观众，请问谁告诉你我没拿到满分的？汪冰冰两人与所有观众都懵了，谁告诉我的？这特么还要谁告诉？官方都公布了呀，全国最高分749分，难道你还能更高？弹幕顿时骂得更厉害了。汪冰冰缩了缩脖子，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很简单啊，阅卷组误判了。陈泽淡定开口，轻描淡写就推算 YH739 那道题，我给的是正确答案，而且 YH739 就在那里，但他们根本没去验证，只是觉得我答的不对，所以给了我一个0分而已。狂妄！话一出口，几条一看就知道满怀怒气的弹幕飘过。呵呵 ，YH739 在哪里？现在都还是个未解之谜。你凭什么说自己给出的是正确答案？你算老几？那么多专家教授找不出来，你一个大学都没上过的人也敢恬不知耻说自己找出了正确答案？笑话！看着这些弹幕，汪冰冰再度缩了缩脖子。果然，每次采访陈泽都不可能风平浪静啊，动静绝对很大。京都正在举行庆功宴的出题组以及各地阅卷组负责人们，其中一人刚好在看直播，这一看顿时炸了锅。尤其是当其他人听到陈泽的言论后，直接怒了，纷纷拿起手机进入直播间，直接开喷。尤其是阅卷组的负责人们，更是怒火中烧，冷笑连连。真敢说呀！一开口就是我们误判，我们没去验证，所以给了个0分，还而已。笑话！也就是此刻，陈泽再次开口。但说起来，我也很奇怪，他直视镜头，不知道有没有阅卷组或是出题组的人在看直播。我想问问，你们出这个题之前，难道没想过一个问题吗？那就是，如果有考
生的答案不在你们的标准答案之内，是不是直接给0分？如果是，那么问题来了，既然你们有标准答案，那为什么到现在为止 YH739 到底在哪里都还没找到？难道你们没想过这个问题吗？你们的标准答案根本不标准啊！其他得0点几分的人给出的答案根本就是错的，你们却愿意给分。有人回答了正确答案，但因为不同于标准答案，所以不得分。有不同答案的情况下，你们为什么不去验证？是懒得验证吗？是摆明了就是要让我拿不到满分，还是无法去验证？这个问题一出，理智的观众一愣，随之沉默，好像说的有道理啊。所以这题出的有问题。不过大部分观众还是在继续骂，倒是出题组的吴建军等人面色微变，阅卷组的负责人也逐渐回过味来，发现不对劲，他们对视一眼，脸色进阶严肃了许多。这事儿可大可小啊，往小了说还没什么，可如果是往大了说，这题本身就有问题，根本就是一道没有正确答案的题。虽然说标准答案是通过知识计算的出来，可是标准答案不等同于正确答案了，所以标准答案最多也就得0.6分，算是及格。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谁知道正确答案是什么呀？他们正迟疑呢，却听陈泽又道：“如果是这些情况的话，你们告诉我呀，我来验证就是了。”他起身，目光灼灼：“我来把 YH739 找出来，证明我的答案没错。错的是你们阅卷组，错的是这个世界。”陈泽又装上了，虽然按照他的性子是真不喜欢装，平平淡淡过神仙日子多好，可没办法，必修装起来才能让金手指发挥最大的作用。阅卷组、出题组的专家老师们一听这话，顿时火冒三丈，刚刚升起的些许迟疑和担忧瞬间消失无踪，一个个咬牙切齿盯着屏幕中的陈泽。若是只通过他们表情来看，简直像是恨不得将陈泽生吞活剥，然后再拉出来喂狗的模样，太气人了！他怎么这么能装啊？错就是错，还不承认。就算我们的题有问题，但说到底，我们这题本来就是验证物理知识和计算能力而已，只有标准答案，而且并不是满分，所以哪怕题目有问题，也是小问题。结果他就装上了，岂有此理！有老学究气得疯狂吹胡子，这小子懂不懂尊师重道？懂不懂什么叫谦虚啊？读书是为了学知识，明事理，知荣辱，而后内敛自谦，严于律己，宽于待人，不是让他自以为有点知识，10几个大字就觉得自己高人一等，觉得自己永远是对的，天下所有人都不如他的。特么的，原本我们还以为自己真有错，比较内疚呢，结果你特么来这么一出，惭愧，内疚，我们惭愧个锤子！他要是懂这个，能这么狂？吴建军冷笑，我算是看出来了，他这是黔驴技穷了，拿不了满分就开始胡搅蛮缠，反过来怪题目有问题，并坚持自己没错。他的答案是哪儿？乔戈亚海沟，海底2万米以上，又没人能去验证，当然是他说什么都没人能证伪，无法证伪，他就可以继续胡搅蛮缠。说到这里，他冷哼道，本来以为是天才少年年少轻狂，原来也不过是个炒作的俗人而已。如果他大大方方承认自己拿不了满分，我不会有任何看不起，反倒是会高看他一眼，但他却连承认自己失败的勇气都没有，真是让人失望，失望至极。张梦玲皱眉，没吭声，他觉着吴建军说的不对，自己毕竟跟陈泽接触过，虽然陈泽很狂，但怎么看都不像是这种不敢承认失败、疯狂扯皮的无耻之徒。只是他也没证据，没有站得住脚的论点，没法帮陈泽说话，所以只能沉默，并绞尽脑汁思索其他可能。只是一时之间真想不出来。秦振国轻叹，的确让人失望。其他科目的出题人也是纷纷点头，愤怒之余，多少有些失望、失落。陈泽这般狂妄且屡次挑衅，他们自然是不爽的，否则也不会卯着劲儿想把陈泽给办了，让他拿不到满分。可是，在愤怒之余，也对陈泽非常欣赏，至少对其学习能力、对其天赋很欣赏。年少轻狂吗？人不轻狂枉少年。说到底，如果自己能那么轻松的拿满分，说不定比他还狂，这不是什么大问题。只要让他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给他办了，他自然就会老实了，然后好好学习更深层次的知识，接着报效国家，为全人类造福什么的。可结果，失望。他证实与他们出题组不同，阅卷组的官员可就没那么多欣赏与失落了，几乎只有怒火。我倒要看看他能怎么证实。看我发问。很快，沉寂许久的直播间有弹幕中飘过：“你证实？你怎么证实？”接着又是一条：“说那么多，你写的答案是哪里？有任何理论依据吗？”原本震惊且思考的观众也反应过来，纷纷追问。几乎瞬间，这2个问题刷屏。这2个问题可以问。被震得5迷3道，几乎忘记呼吸的汪冰冰清醒之后，强行压下脸上的震惊表情，看向陈泽。看来陈泽你依旧跟以前一样自信，只是几乎所有观众都很难相信你说的话。请问你写的答案是什么？有任何理论依据吗？还有就是你说自己去证实，如何证实？答案很简单。陈泽直视镜头，淡然开口：乔戈亚海沟最深处。乔戈亚海沟。汪冰冰和摄影师一愣，随后很快反应过来，是那个全世界最深的海沟。是。陈泽点头，全世界最深的海沟，最深处超过2万米，在乔戈亚海沟最深处。汪冰冰震惊不已，再次提问确认。是。陈泽点头，又道：所以严格来说，阅卷组没办法确认，我可以理解，毕竟就算是当前世界上最先进的载人潜水器也没办法下潜到这个深度，但不做验证就给0分，我不理解。以及出题组出这种他们自己都无法验证结果的题目，我觉得也有问题。这厮回答之余，还不忘借机再次嘲讽出题组，听得吴建军等人冷笑连连。看吧，我就知道他要借此发难，无法证伪，所以就该给分。笑话，我就静静看着他装逼，看他表演。阅卷组的大佬们也是冷声道：说，让他说，我看他能怎么扯皮，就看他能不能把死的说成活的，能不能说出话来。至于观众们，则是大多一阵无语，真特么敢说呀！原来他的回答是这儿，难怪人家不给分。闹呢？莫兰星目前人口130亿，星球直径超1.7万公里，超过2万米深的海沟看似惊人，可实际上与整个星球相比，却也根本不算什么。可哪怕是对莫兰星来说，2万米啥也不是，但2万余米深的海底，对目前的人类科技来说，却是难以到达的彼岸。真下不去啊！至少载人潜水器下不去，这特么怎么证明是对还是错？
汪冰冰逐渐冷静下来，按道失策。陈泽很自信，自己又不是第一天知道，怎么还跟着震惊，几乎忘了采访呢？他连忙调整心态，挑出弹幕中的一个问题：就算你说的有道理，没办法证伪，可也没办法证明你的答案就是正确答案，不是吗？所以观众们都认为不应该给分，或是最多给0.5分，依旧没办法拿到满分。对此你怎么看？怎么看？不怎么看。陈泽笑了笑，我刚才不是说了吗？阅卷组也好，其他什么人也罢，你们没办法验证，那就由我自己去。汪冰冰呼吸急促，你的意思是前往海底2万米？是，但你只说对了一半。面对直播镜头，陈泽平静到脸上看不出一丝波澜。应该说，去海底2万米把 YH739找出来，到时候自然可以证明我说的是真的啊！汪冰冰红唇大张，哪怕是有心理准备，此刻也是忍不住震惊。至于观众，却是几乎全都笑出了声，哈哈哈，真特么能吹！观众们都听笑了，嘲笑、讥笑，弹幕乱飞，给我整笑了。真的，那么多国家地区出动那么多设备、人员、专家，耗时4个多5个月，到现在都还没找到 YH739的线索。你一开口，好像自己轻轻松松就能找到一样，真特么敢吹啊！我喝多了之后，敢吹世界都是我的，但也没敢吹这事儿。你要不要看看自己在说什么？先不说能不能找到的问题，你先看看自己的答案。乔戈亚海沟最深处啊，至少都在2万米以上，确切数据还不得而知，但肯定只会多，不会少。按照你的意思，岂不是你要下到乔戈亚海沟最深处去，去超过海底2万米的更深处？不是，你拿什么去啊？你凭什么去？目前全世界的技术加起来都下不去，你这怎么说的自己好像说下去就能下去一样？真就是为了炒作脸都不要了呗？跳梁小丑，跳梁小丑，我特么就不该搭理你，平白无故给你增加了热度，真特么敢吹，上下嘴皮子一碰，什么都敢说。看着密密麻麻全是质疑甚至是谩骂的弹幕，汪冰冰神色复杂，吴建军等人以及阅卷组却笑了。果然明眼人还是多，没那么容易被这他带节奏，是真敢吹啊！秦振国嗤笑，他要是真能找到，证明自己的答案没错，明年的高考老子给他上数学猜想，算是我对他的认可，可能吗？吴建军不屑撇嘴。那个沉默片刻后，汪冰冰再度开口，我们的采访已经接近尾声了，但咱们直播间的观众还有很多疑问。他把质疑和谩骂说成了疑问，就是大家不理解你为什么有这种自信，不仅仅是自信 YH739就在那里，还有你怎么确定自己能深入海底2万米？毕竟目前没有任何的载人潜水器能达到这个数据，甚至一半都难。目前的确没有。陈泽点头回应道，但并不代表以后也没有，恰恰相反，以后一定会有，而且很快就会有。我觉得1年以内，也就是在下次高考以前，一定会出现相关技术达标的载人潜水器，到时候我会亲自驾驶它深入海底2万米，并全程直播寻找 YH739残骸。我知道他面对镜头呵呵一笑，现在几乎所有观众都在质疑，在骂我，对吧？可是我都懒得搭理你们了。至于你们认为我是吹牛也好，扯皮，不敢承认失败也罢，都无所谓。总之你们等着吧。他起身直视镜头，尽显张狂。1年内我会证明我的答案没有错，并且明年我会再次参加高考，并再次拿满分。另外，不知道有没有出题组的老师在看直播？我想说，今年这题真不难，最多也就是你们自己没办法验证，所以才有这么一出。所以明年能不能加大力度？拜托大家不要小看我，可以吗？就这题有什么难的？让人家老外知道了，还以为我就这点水准，不会解难题呢。汪冰冰捂嘴，摄影师无眼，观众们全都骂了。出题组险些喷出一口老血，我去，真他妈狂啊！老子吹牛皮都不敢这么吹，怕风大散了舌头啊！当他们反应过来想怒喷的时候，却发现直播结束了，半个小时时间已经耗尽。汪冰冰甚至连结束语都没说，一是时间来不及，二是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原本以为去年的采访陈泽已经够狂了，结果到了今年，好家伙，去年算个屁，跟今年相比，完全是小巫见大巫啊！甚至可以用萤火之光与皓月争辉来形容，根本就没得比，差距太大了，大的离谱，格外离谱。去年最多也就是怒喷大学和出题组，今年呢，在去年的基础上变本加厉，更狂了不说，甚至还特么把全世界都给骂了。你们不知道 YH739在哪儿？我知道。你们找不到 YH739在哪儿？我能找到。得是什么样的人才能这么狂啊？我真怕再播下去，一发不可收拾了。匆匆结束直播后，汪冰冰才长出一口气，略微放松了些许。太吓人了，再继续下去，绝对会出点什么事儿。还好时间到了，直播已经结束，他这才发现自己不知何时竟然已经汗流浃背，汗水浸湿了衣衫。在此之前，自己居然毫无察觉。这是个什么样的采访呀？哪怕是采访那些行业大佬，我都只是略微紧张而已。结果这次直播，竟然一时之间，汪冰冰竟然有些恍惚，这就结束了。结果陈泽竟然看着他，还有些意犹未尽的样子。大哥，你放过我吧。汪冰冰有些妈了，我真怕再采访下去，那些愤怒的观众把我也记恨上，然后疯狂投诉我呀。他挤出一抹笑容，到时间了，那要不一起吃个饭？虽然还有点逼没装完，但问题也不大，结束就结束了吧。陈泽笑着询问他要不要吃点宵夜，后者却是连忙摆手，那什么，陈泽，我们台里还有事儿，得赶紧回去，就先告辞了哈。他不敢多待，连忙招呼着摄影师带上设备，逃一般离开。太吓人了。途中，摄影师忍不住吐槽，我都怕我们采访完他出来之后被人打。应该不会吧？汪冰冰缩了缩脖子，左右一看，略微安心，这里是别墅区，安保应该很到位才对。汪冰冰两人离开后不到几分钟，丁文文从卧室走出，带着一丝兴奋道，泽哥，成了，公司注册成功，营业执照也已经下发，公司地址那边是不是明天就开始装修？不，陈泽一把搂住身穿性感内衣的他，露出一抹笑容，这边的公司地址只是租过来办手续而已，接下来一段时间咱们得去深城投靠你吧，我未来岳父了啊，毕竟咱们西南地区又不靠海，也没有多少靠谱的船舶配套工业，既然要搞这些东西，还得是到专业的地方。那我订机票，什么时候出发？事不宜迟，就明天。不过在那之前，嘿嘿嘿，因
殷文文俏脸一红，但接下来却也格外配合，一番疯狂。殷文文沉沉睡去，陈泽却是毫无睡意。他打开电脑，进入战斗模式。你们不信，都等着看我笑话。好啊，那就让你们看看结果到底怎么样。直到深夜，陈泽才悄然合上电脑，轻手轻脚上床，搂着熟睡的殷文文，感受着她那白嫩肌肤的滑腻与温润，悄然入眠。翌日，两人轻装上阵，携手坐飞机前往申城。申城由于其独特优越的地理位置与环境，最近几十年来发展堪称神速，疯狂腾飞，在整个唐国之内都属于绝对的经济重地，从未掉出过国内前3。许多大型高精尖科技、金融企业坐落于此，其他企业更是数不胜数，多如牛毛。而申城的船舶制造业也非常顶，在国内属于顶尖那一批之一。刚出机场，就瞧见一辆豪车旁站着一位美女，正翘首以盼，是张姐。殷文文笑了笑，远远招手，拉着陈泽过去。张姐也是立刻露出笑容。张秘书靠近后，陈泽礼貌点头。张秘书他见过一次，绝对是当秘书的完美人选。再次相见，他穿着精致 OL 制服，倒是比上一次更明艳动人了。陈泽不由暗道，未来老丈人好，就这秘书，多少大老板都羡慕不来。最重要的是，不仅仅是外在条件，他实力也强啊。初，陆先生，董事长让我来接你们，他上午有个会暂时走不开，下午再来见你们。不急，陈泽轻轻摆手，咱们先上车，慢慢聊。好的。对于陈泽，张秘书没有任何怠慢，他可是清楚得很，自家董事长对陈泽很是看重，非常满意这个未来女婿。这一年来，不知多少次在自己耳边提起过，怎敢怠慢？如果让陈泽生气了，回头随口一说，董事长估计都得炒自己鱿鱼。董事长助理还是这种大公司的董事长助理职位，可不是那么好找的呀。何况自己也早就习惯了。上车后，张秘书为两人倒了饮料后，没多说，这是当秘书必备的专业素养。不确定客人想不想聊天的情况下，尽量别打扰人家，有事人家自然会吩咐。咱们这是去。片刻后，陈泽开口，董事长的意思是去公司。张秘书立刻柔声回应道，说是把初和陆先生介绍给大家认识。他的原话是，你们也都20了，是该逐步接手公司事务，没兴趣。谁知殷文文当即翻白眼，我才大2，可我这个人吧，不太适合上班。陈泽摊手，张秘书，我求求你们做个人吧，这么大的公司，董事长要培养你们做接班人，结果你们一个个都不乐意，换了其他人还不得哭着喊着求着来。这样吧，反正殷叔叔上午也没空，不如你带我们去逛逛，正好我有点事要办。好的。张秘书立刻点头应下，董事长吩咐过，如果陆先生有要求，无论任何要求，只要不违法犯罪，我都会满足。如果涉及到，可能就需要联系其他人来接手了。殷文文看向窗外，像是什么都没听到。陈泽眉头一挑，这话值得回味啊。话里有话，只是哪里需要到那种程度，咱可不干违法犯罪的勾当。其实吧，陈泽假装自己听不懂，我就是想租个写字楼，开个公司，这事儿张秘书你应该挺熟悉的。熟悉，这事儿我很熟悉。张秘书笑了，陆先生稍等，我还真有个合适的地方，这就带你们去。好，麻烦了。车辆行驶在申城街头，车水马龙与摩天大厦交相辉映。陈泽倚在车窗边，看着窗外的灯红酒绿，一时间竟有一种恍如隔世之感，好似看到了前世的申城。红顶国际 C 座5维级写字楼，取鸿运鼎盛之意。18楼正好空着。电梯上，张秘书柔声介绍，陆先生你先看看合不合适，合适的话稍微改一改装修风格，或是拎包入住都可。面积1980平，装修很好，写字楼绝对的精装修，环境也不错，电梯更是足有9个，上下班基本不会出现乘电梯难的情况。种种细节他一一道来，上眼一看，陈泽颇为满意，地方不错，不愧是张秘书你啊，专业。陆先生过奖了。张秘书笑道，如果喜欢的话，咱们就定下来了。等等，这地方不便宜吧？年租金多少？这个张秘书看向殷文文，自家地方。殷文文轻笑道，应该是在我12、13岁的时候吧，老爹和几个人合伙拿地盖房子，盖出来的就是这一圈写字楼。他抽签抽到的是 C 座，之前还老告诉我这是我的嫁妆来着，还说是如果我学习不努力，将来没什么出息，就只能当个包租婆。说完，他对陈泽眨了眨眼，你说该给我多少租金？好哇，原来你还是个包租婆。陈泽惊了，看来自己前世对殷文文和他老爹了解的还不够彻底啊，不仅是混金融的，还混房地产。那可不。殷文文嘴角微微勾起，你说给多少租金？要我说怎么也得这个数。呸！殷文文小声啐了一口，随即哼哼道，行吧，就这个价，18层给你了，随便用。可不仅仅是我随便用，你怎么不得是个老板娘啊？陈泽也笑了，什么租金，说着玩而已。那明天咱们未来科技就正式挂牌开始运营了。未来科技，这是陈泽想的名字，取的是走向未来之意。何况目前自己脑海中那些技术，真就是未来科技，一点都没吹牛啊。至于之后，他相信在自己的操作下，更多未来技术会逐渐充值到账，到那时世人自然会明白未来科技到底有多么未来。未来科技，好名字，大气。张秘书竖起大拇指称赞，随即又道，陆先生的未来科技是走科技路线吗？不知道具体是从事哪个行业，是否需要人手？按照董事长的吩咐，如果陆先生这边有需求，我一定会尽力完成。如果缺人手的话，可以先从我们那边抽调一些过来。或许专业技术方面我们不太懂，但人事、财务、行政等方面还是没问题的，至少可以先把公司框架搭起来，后续陆先生招到人了，我们这边的人再回去就是了。陈泽双眸一亮，会不会太麻烦了？不麻烦，我们是有储备人员的。张秘书笑道，不会有任何问题。那就麻烦了。陈泽同意了，这事儿没什么大不了的，又不是技术人员，只是行政等方面而已，问题不大。何况如果自己和殷文文2个人慢慢来，起码也得半个月乃至1个月才能把框架搭起来，那太浪费时间，时间就是金钱啊。至于人情，之后有的是机会，办法还，无需担心此事，不麻烦，应该的，我一定竭尽所能挑选精兵强将过来。
张秘书连忙表示不麻烦。陈泽点头。至于人员工资，借调过来之后就由我们这边发放。另外，不要强迫他们，强扭的瓜不甜。不过工资方面，愿意过来的，在借调期间工资提升10%。前世当了10几年社畜员工，陈泽可太清楚绝大部分员工的想法和心思了。别给我吹什么狼性文化，也别特么给我画饼，更别搞泼那一套。大家都真诚一点，人家员工就是来搞钱的，你把钱给足了，人家自然卖力给你做事儿。工资3万，那公司是我家，老板让我干啥我干啥。工资1万加，有提成。加班还有加班费，没问题，愿为老板赴汤蹈火。工资5000，加班费。福利有吗？没有免谈，就算有，也还得看我心情。工资1500，他妈的，老板在吗？给我来一杯咖啡，不加糖。很简单的道理，要想马儿跑，就得给马儿吃草；想要员工做事努力，就得给人家把工资开足喽。不过陈泽也不是傻子，人还没来，直接就双倍工资，甚至更多，那是钱多了烧得慌。以应天时金融的工资水平，肯定不低，加10%已经很高了。想要再加，等以后盈利了，或是有成果了，再加不迟。至于福利待遇，那自然是尽可能向大厂看齐，等以后赚钱了，超越大厂也不是不行。加班，陈泽决定用自愿加班原则，愿意加就加，加班费1分不会少。不过这些都是后话。可是董事长的意思是，工资由我们这边。张秘书，陈泽轻叹，如果这么做，我是不是成吃软饭的了？抱歉，我没这个意思，那就按陆先生的意思办。多谢。对了，还有个事儿，招牌，公司招牌。logo 都还没设计，张秘书你有没有熟人？最好是明天就能用上，可以加钱，不需要什么大牌设计师，我只看效果，不看名气。至于设计要点和相关元素，就2个，也好有未来感。科技感，这事儿不难，张秘书接下活计可以做到。明天抽调员工过来之前能安装妥当。麻烦了。去英文文家的时候已经下午4点多，这次陈泽没空手，买了一大包水果，烟酒就算了。英文文表示家里不缺，买点水果意思意思就成，甚至如果全按他的意思，是水果都不用买。但空手陈泽还真不大好意思，不过他多虑了。一见面，殷天石便咧着大嘴，笑容灿烂，拉着陈泽嘘寒问暖，甚至直接把自己的宝贝女儿都丢在一旁，导致殷文文觉得自己备受冷落。至于樱木，则像是殷文文的成熟版，漂亮、知性、落落大方，面对陈泽也是笑盈盈的，表现得体，不会让陈泽感觉到任何不适。席间，殷天石拉着陈泽喝酒，陈泽也不好拒绝，最后双双醉倒，还是殷文文母女俩将他送到卧室，不然怕是得睡餐厅了。殷天石也没好到哪儿去，小老头心情好，对陈泽这个女婿满意至极，一来二去就多喝了几杯，想不醉都难。一番洗漱后，殷文文蹑手蹑脚想溜去陈泽的房间照顾他来着，却被悄然等在客厅的母亲抓个正着。这么晚了，去哪儿啊？啊，妈，你怎么在这儿？殷文文脑袋顿时一缩，正在琢磨借口呢，却见老妈拍了拍身旁的沙发，过来坐。他连忙乖乖过去，老妈拉着他的手，语重心长道：“我也是从年轻人过来的，你们年轻人的心思，我怎么可能不懂？”一句话给殷文文说的害羞极了。其实，嗨，我都懂，没什么见不得人的。殷母拍了拍他的手，我要说的不是这个，而是你是真喜欢他，离不开他。说起这事儿，殷文文没有犹豫，立刻点头应下。他是有真本事，还是吃软饭？妈，殷文文不满道：“当然是有真本事了。”急了，母亲呵呵一笑，我不是质疑他，而是想说，如果你离不开他，而且他是有真本事，是靠着本事入你眼的，你就得做好准备了。准备什么准备？殷文文一愣，当然是。母亲悠悠叹息，你的眼光高，我比谁都清楚。既然你能看上，那就证明他的本事绝对是不错的。有本事又有你帮衬着，只要不出意外，未来的成就不会低。换言之，一个有本事的男人，偏偏你还离不开，你应该做好什么准备？男人这种生物，只要喘气儿，就没有不好色的。说到这里，他露出自嘲的笑容。殷文文尴尬，有些话张了张嘴，却又不知道该怎么说。你以为你爸那些破事我不知道？只不过是聪明的女人从不给自己找麻烦就是了。当然，你跟我不一样，你有我们当后盾，任何选择都承受得起。但总之，你得做好准备就是了。好了，我这老太婆睡不着，说点胡话，你也别往心里去。去吧，找你的男朋友去。随即，他轻飘飘起身往卧室去了。殷文文静坐了片刻后，也起身，目的地依旧不变。他喝醉了，总得照顾他吧。翌日清晨，红顶国际 C 座楼下，陈泽两人跟张秘书一行撞个正着，足足20人的队伍，精气神十足，一看就是精兵强将。叫陈总，张秘书当即笑着开口：“陈总好。”他们朗声开口，同时一个个略带好奇地盯着眼前这个年轻人。这就是拿下董事长千金的人吗？帅，果然帅。等等，怎么是他？人群中有一个中分青年看清陈泽的长相后，立刻爆发瞳孔地震。身边的中年女同事好奇：“你认识陈泽呀？高考满分那个，我还在网上骂过他呢。”噗！女同事嘴角一抽，低语道：“那这个秘密你可得藏好了，不然有你好果子吃。我可听说董事长已经内定了这个女婿，天塌不变的那种。一旦被别人知道，你这好工作也就到头了。我能不知道吗？”中分男脸色发苦，随即猛地看向女同事：“刘姐，你不会卖我吧？看你表现了。”女同事捂嘴偷笑：“人都到齐了。”一声陈总好之后，张秘书上前，都是精兵强将，立刻就能着手开始工作。另外还有几个人，我安排他们买相关办公用品去了，应该1个小时内就会来报道。招牌、logo 等也都已经安装完毕。另外，陈总，我也向你报道。陈泽眨了眨眼，张秘书，你的意思是？董事长吩咐的。他笑道，未来科技刚成立，正是缺人手的时候，我的能力勉强还过得去，所以我之后的任务就是辅助陈总处理未来科技的各种事务，希望陈总不要嫌弃才好。怎么会？那可太好了，也难为殷叔舍得。陈泽喜出望外，有个得力的秘书，是真的能省力不少啊。可不仅仅是因为她长得漂亮，更不是因为什么有事秘书干，没事那啥秘书的。陈泽现在也没心思去想那些杂七杂八的，而是要一门心思将未来科技做起来，把 YH739找出来。毕竟未来
来科技可不仅仅只是为了制造载人潜水器而已，同时也是陈泽走向未来的起点。如果计划不出太大差错，那么未来自己懂得的知识、技术都会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而要将其实现，则必然是需要一个团体上下拧成一根绳，共同努力的。未来科技就是这一根绳。陈泽转过身，只是一眼就颇为满意。他在大厅墙上写楼层信息的板块中，一眼便瞧见了18楼的未来科技，银色的字体，科技感十足。logo 的标志则是一只简化的数字眼球，就像是终结者的视角一般，很有未来感。看见一角未来吗？陈泽笑了，喃喃道：“我们未来科技可不仅仅是要看见一角未来而已，还要将其牢牢握在手中啊！20余人，一个电梯自然是坐不下，2个电梯就刚好。张秘书干活很到位，很细心，这么短的时间内，甚至电梯按钮上的图案都换成了未来科技的 logo。电梯门一开，入目所及，整个走廊以及公司前台都充斥着未来科技相关的元素，相关的招牌也早已安装妥当，十分得体。张秘书厉害！”陈泽对其竖起大拇指，后者微笑道：“陈总有什么不满意的可以提出来，我立刻联系人过来整改。很不错了，尤其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目前就这样吧。”陈泽表示很满意。开门后，大家鱼贯而入。张秘书提醒道：“陈总，咱们要不要先去会议室开个会？”“不用。”陈泽摆手，浪费那时间干嘛？随即他就在大厅内朗声道道：“大家停一下，工作上的事我会安排张秘书告诉你们，至于其他的，我觉得没什么意思。画饼、打鸡血、鼓吹狼性文化，我觉得都没有钱来的实在。对了，我们未来科技实行任务制工作方式，你的上级会根据实际情况来安排你们每天的工作任务，这也就是考核指标，只要达成，该有的福利一个也不会少。当然，也不用怕你们的上级为难你们，如果你们觉得不合理，可以越级举报，上面会派人来查，如果有问题，你的上级直接开除。同时，整体而言，我希望我们未来科技永不加班，如果非不得已必须加班，那么加班工资1分钱也不会少。我呢，希望大家准点上下班，毕竟大家上班都是为了赚钱生活，不是因为喜欢上班，该休息的时候还是要休息，并且之后我会跟张秘书商量出一个弹性工作时间。什么意思呢？譬如家里有孩子，夫妻都在上班，没时间照顾的情况下，可以自主选择上班时间，跟另一半在不同的时间上班，带孩子，解决相关难题，只要每天完成工作任务就没问题。他懒得慢慢开会，也不喜欢压榨员工，虽然那会赚得更多，但自己良心不会痛吗？当然，或许这也是因为自己有金手指，所以才有底气这么说，这么干。陈泽不知道，但他知道自己前世当打工人的时候，就恨死了压榨员工、员工内卷之类的各种制度和工作方式，所以他当时就在幻想，什么样的企业、什么样的工作方式才是员工最喜欢的。工资肯定得在行业内领先。2、工作必须定量，总不能看人家做完了，立刻又给人家安排，到最后人家一个人做几个人的活，却只能拿1个人的工资。